这款呢由火彩动漫发售的忍者神龟机甲第二弹米开朗基罗的第一批大货，相信已经有很多同好们都已经拿到手了。而这次呢，依然是给观察员 S 订的这部机体，只不过呢是从官方店订的，直到交了定金以后呢，才知道排到了第二批次，因此就等啊等啊。不过最终的结果还不错，算是年前拿到了，相比第一批来说晚了很久。那么这一期呢，咱们就来玩玩这个米开朗基罗的神龟机甲。当我们的观察员 S 呢，在我的忽悠之下购入了第一台里奥纳多·达文西的机甲之后，就已经注定了他要在神龟机甲的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了。这不在3号机米开朗基罗补款的当天呢，我又给他预定了拉斐尔的机甲，但看时间估计也是排到第二批了。米开朗基罗的机甲到货以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来了个处女把玩，相信呢之后的机甲的第一次也都会不出意外的是我的了。开盒之后呢，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武器配件方面相较于达芬奇来说是更丰富了，并且呢咱们也直接来看这个，对，就是这次的卖点，电动加特林。为了这玩意儿能真正转起来，我可是动用了我1个月的零花钱，斥巨资从网上购买了一把 LR44的电池，而启动呢也更为简单，就是用这一块可以点亮头部灯组的披萨，在这个位置磁吸触控一下就看到这两根转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一切的委屈和不甘都化为了爱。先抛开配件吧，我们来看一下本体。头部呢是这次在本体的改变中最大的，使用了更加符合米开朗基罗的一些嘻哈元素，软胶的脏辫、耳机，当然呢还有在耍酷上必不可少的太阳镜。只是在安装太阳镜的时候呢，同好们的力度需要把控一下，别掰断了。而厂商对于他这种性格的理解，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电影版的米开朗基罗吧。毕竟早期的 TV 动画里边，我没有记得他有这种嘻哈的性格，只是觉得他有点话痨罢了。剩下的身体上的改变呢，基本都是以达芬奇的素体为原型，重新构建了一些外甲和细节，比如肩甲、小臂甲、膝盖装甲这样有辨识度的地方。前胸甲这里呢，也给出了一个可以打开的装置，里面呢则是一挺加特林机枪。头两侧的肩也给出了2部火箭炮的设计，如果再给它搭载上4个火箭发射器和手持的冒蓝火的加特林，妥妥的重装高达666啊！而其他地方的改变呢，就只是颜色和涂装上的改变了。本体的可动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详细的可动展示可以去看上一条达芬奇的视频。但腿部的设计这里依然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点，主要是因为屈膝这里的联动设计太棒了。并且呢，这次小腿甲也给出了上下活动的设计，点赞。好，都看到了啊，本体不怎么好玩，那么我们来玩玩好玩的，就是配件这一块。就配件这一块呢，配件的总体数量之前已经说了，比第一部达芬奇要多一些。如果呢硬要把之前达芬奇的手里剑和子弹罐什么都算上的话呢，那基本上差不多。我是想表达的是，这款米开朗基罗的配件呢会更好玩一些，比如虽然是插在龟壳上，但是形似肩炮的这2部火箭发射器，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是可以打开的，里面的弹头呢也做了涂装的分色，而本身搭载这2部火箭发射器的机械臂呢也是给出了金属零件，包括同样是扛在肩上的这2部加农炮的支架也是金属材质。虽然说作为合金玩具呢，这2点我是满意的，因为整体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确实爽，但是我也很担心全部搭载以后重心会靠上移动，而导致整部机体的下盘不稳。然后就是继续说这个加农炮，这2部加农炮说明书上就是通过连接件搭载在龟壳上方的，压根儿就没有设计手持的握柄。但如果想连到手臂上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手部的导弹或者加特林的连接件来连接的，毕竟全身的孔位的孔径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增加了不少可玩性。而加农炮的搭载方式呢，则是需要将龟壳上方的这个金属零件拆下。在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同好，达芬奇的这个龟壳的这个部分也能拆下吗？我是真的忘了。而且玩具本身呢，也已经让观察员 S 拿走了，不可考证了。当然，评论区和弹幕还是可以考证的啊。我们继续剩下的配件，
2个橙色的飞弹的头部是可以进行导弹翼的十字展开的，并且呢可以通过拘束架连接到手臂上。只是安装到拘束架上之后呢，上面的导弹翼就会因为互相阻碍而无法全部打开了。双节棍呢，作为米开朗基罗的本命武器，只是在外观上做出了一些类似机械的设计，但在玩法上没有做出任何创新，就是普通的双节棍。当然，如果这块让我来设计的话呢，我可能会在棍头上也做出开孔，并且做一些小的附属连接件来增加可玩性。当然啊，成本肯定会增加，这点呢就当我没说。腿部的导弹发射器中的导弹呢是需要自行安装的，而且如果想取下的话，只需要将这里往前推，导弹呢就顺势被顶出来了，可以比较轻松的取下。当然，前提是你在插入的时候不要过于用力。最好玩的这个加特林呢，我们刚才已经玩过了，这里就不做过多的阐述了啊。总结一下，就是这款米开朗基罗在之前达芬奇的基础上呢，主要是丰富了配件和加入了电机的设计，让可玩性呢又高了一些。但其实本体上，之前达芬奇的身体就已经很优秀了，而且呢，这4个乌龟机甲的造型呢大同小异，因此本体上的可玩并没有太多的惊喜。相信之后的2部机体呢也会是如此。如果我们想在身体上得到新的设计点的话，估计要等到之后的史莱德、克朗、斯普林德老师和 April 了。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官方其实已经放出了他们的设计稿，而且貌似克朗的3D 打印灰模也已经公布了，我们就等等成品的官宣吧。好，本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关注、转发，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期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